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谭健次3板斧揭秘，反差萌加自黑术加互粉杀，教科书级翻红有多绝？这段从长相思香柳封神，到综艺名场面频出，再到天台互粉事件，引爆舆论的连续操作，简直能让吃瓜群众顺着瓜藤爬到顶流。运营策略那层，谭健次这3板斧抡下来，妥妥展现了现代娱乐圈作品奠基加人设破圈的双核突围模式。吃瓜的我都服了，真教科书级翻红案例，不是我瞎说。但凡2023年追过《长相思》的瓜友，谁没被香柳那冰冷外表下的深情虐得肝疼？谁没被谭健次那双含泪却不掉泪的眼睛整破防？但更离谱的是，剧火之后，这位九头妖没被困在角色滤镜里，反而在3次元世界里玩出了一连串反差操作，告状、自黑、互粉，活脱脱把顶流这门玄学变成了可复制的运营逻辑。真的，屏幕这头的我都要替他拍案叫绝。内娱这波，总算有人把流量密码玩明白了。从香柳封神到3次元出圈，2023年《长相思》播出那会儿，局面直接拔高，往上往下，舆论风向微妙。谭健次饰演的香柳，那个大荒排名第1的顶级杀手，陈荣义军的军师，真身是法力高强的九头蛇妖，看着冰冷透骨，却唯独爱上了小妖。但最绝的是，这哥们因为立场问题，爱的深沉却不能说出口，只能用9条命默默守护小妖周全。这段虐心戏码，直接让香柳成了全剧最意难平的白月光。谭健次也因为这角色爆火出圈。据资料显示，有网友形容香柳是美强惨的代表，谭健次用自己的实力把香柳演活了，深刻的 get 到了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以及每一种情绪。但更离谱的操作在后头，剧集热度达到巅峰时，谭健次没选择乘胜追击固守古装赛道，反而扭头扎进综艺场，用一系列反差萌操作，把香柳的冷峻滤镜砸得稀碎。从小学生告状到身高梗自黑，再到天台霸气互粉，这位顶流活脱脱演绎了什么叫作品带来爆发，人设接棒续航。基石篇，作品赋能从演技咖到剧抛脸顶流的跃升。长相思里谭健次饰演的香柳，绝对是这部戏最出彩的角色之一。有分析认为，香柳看着冰冷透骨，却唯独爱上了小妖，但因为2个人的立场不同，他不能直接表达对小妖的爱，只能偷偷的藏心里，时刻用自己的9条命守护小妖周全。这种极致的悲剧性和复杂性，让谭健次的演技得到了全方位展现。在短短2分钟时间内的表演涵盖了4种以上的情绪，从前面轻蔑的笑，到后面心疼女主，再到最后软瘫在床上无力苦笑，最后是无言的哭，然后慢慢闭上眼睛，露出一种无能为力之感。香柳极度想要靠近女主，但又不能。更绝的是，谭健次不仅演绎了香柳，还在同一部剧中展现了防风背的风流不羁。有资料显示，他成功将这一9头妖角色拆解为3种人格，面对小妖时的柔情，战场上的决断力，以及化身防风背时的风流不羁。特别是在海底渡气和战场赴死这些关键场面，他通过眼神的细微调整，将妖性与人性之间的情感纽带搭建得淋漓尽致。这波操作直接坐实了他剧抛脸的实力。事实上，这并非他第一次通过作品证明自己。早在2022年的《猎罪图鉴》中，他饰演的天才画家沈毅，拿着一支画笔去画出真相的设定，已经是悬疑刑侦剧的新颖设定。剧中沈毅不仅能3岁画老，白骨画像，还能通过名画解读罪犯心理，这种艺术家刑侦的设定真的帅炸了。这种作品累积效应才是翻红的硬核逻辑。
一部《列罪图鉴》积累演技口碑，一部《长相思》引爆大众热度，两部作品衔接起来，直接把谭健次从演技还不错的小众圈子推向了国民级顶流的舞台中央。经营片人设破圈，从角色滤镜到鲜活人格体的塑造，但真正让谭健次从剧红人不红困局中突围的是他后续那波精准的人设经营。这哥们深谙反差及流量的密码，愣是把香柳的冷峻滤镜拆成了碎片，重建了一个鲜活、真实、高情商的公众形象。反差萌突围小学生告状的名场面解析。2025年11月，你好星期六录制现场的游戏环节中，发生了一件离谱到好笑的事。谭健次因队友丁程鑫违反约定淘汰其他嘉宾，当场向主持人何炅告状。他拽着何炅衣袖委屈控诉，他太过分了，说好以后不管怎样都选我呢。配合撅嘴瞪眼的同质化表情，与其荧幕上沉稳形象形成巨大反差。更绝的是，次日晚节目预告片释出，仅15秒的告状镜头，因鲜活真实的表情管理与肢体语言，被观众截图制成动图传播。话题谭健次小学生告状迅速登上微博热搜，网友调侃他像被抢零食的幼儿园宝宝。这种反差感直接打破了香柳的冷峻，疏离滤镜，塑造出幼稚、真实、有点可爱的反差形象。据资料显示，这种告状剧场的特定情境里，谭健次主动将自己置于权力结构底层，地位让渡，责任转嫁，联盟召唤，模仿孩童逃避问责的策略，使用我们 vs 他们的叙事框架，激发粉丝阵营意识。这种去权威化表演与他在《列罪图鉴》中审议的精英形象《杀破狼》里顾云的侠者风范形成戏剧性撕裂，制造出外人面前挨爆、家人面前撒娇的亲密感溢价。高情商自黑将身高梗从危机转化为记忆点。更离谱的是这哥对身高梗的操作。早期面对身高调侃时，谭健次的表现还稍显尴尬。但在综艺是很熟的味道牙中，当被问及官方身高时，他和伏龙飞两人在身高这块主打真诚。伏龙飞官方写的是177厘米，他表示曾问老板为何大胆写这个身高，还说站在谭健次旁边自己也可以是177厘米。谭健次官方身高174厘米。他表示平常和伏龙飞在一起不需要穿增高鞋垫，且两人说好都不穿，但当天两人都穿了。这种正主亲自辟谣的操作，直接把可能的黑点变成了亲民的记忆点。在你好星期六的最新一期预告中，节目组邀请了第1季浪姐和第4季浪姐的成员们。在游戏环节中，孟佳发现了陈浩宇鞋子里的增高垫，而且还是2个的时候，他忍不住笑弯了腰，然后脱口而出：“我以为这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大哥身上。”节目组也毫不客气，直接配了一张谭健次带着围兜指着自己一脸懵的照片。按理说粉丝会破防，但这波操作反而展现了谭健次的自信与高情商。他将自黑完成了社交货币，将身高梗从潜在的潮点转化为具有个人特色的亲民的记忆点，轻松化解了舆论潜在风险。核心盘巩固天台互粉事件的责任感叙事。但最绝的一招是2025年4月那场天台互粉事件，看似应援冲突本市潜在的粉丝管理危机，却被谭健次转化成了巩固核心盘的绝佳机会。4月14日，谭健次去长沙录制《你好星期六》，知道他行程的小炭火们早半个月就开始抢占应援区 C 位，只是没想到，昨天小炭火却遭到了节目组的区别对待，提前站位被临时要求抽签，还被安保人员暴力驱赶。谭健次有几位女粉被安保人员暴力推倒在的，而且安保人员并没有打算停手。
事件本质是应援未至，争夺撕开了娱乐圈更深层的矛盾。但离谱的是谭健次的反应。谭健次知道后安抚粉丝，说这事交给他解决。经过交涉，谭健次经纪人带着安保人员向小炭火道歉，应援区 C 位也还给了小炭火。更绝的是后续操作，谭健次知道小炭火受委屈了，后来还来到好六天台和小炭火喊话，小炭火叫他亲一个，他虽然说光天化日的这样不好，但依然乖乖照做。谭健次还在天台和小炭火比心拍照合影，小炭火喊话让他把合影发出来，他赶紧就编辑发了出来。这一连串操作直接把一场潜在的粉丝管理危机转化为了有担当、霸气护粉、尊重粉丝的正面叙事。粉丝坚持先到先的传统时，节目组却以少数服从多数为由强行清场。谭健次让经纪人出面安抚粉丝，要求涉事人员道歉时，有人盛赞他护粉担当。升华篇双线共振作品与人设的共生逻辑。盘一盘谭健次这波操作，且不说玄学，但背后逻辑清晰的离谱。没有作品的人设是空中楼阁，没有人设的作品可能曲高和寡。长相思级别的作品支撑，给谭健次提供了进行人设经营的顶级舞台和关注度基础。若没有香柳的封神演技，后续的综艺表现可能仅被视为综艺咖行为，缺乏厚度和说服力。但反过来说，在信息碎片化时代，仅靠作品，艺人可能面临剧红人不红或热度难以延续的困境。谭健次深谙此道，用一系列精准、真实、高情商的公众形象经营，硬是把剧集热度转化为了个人品牌资产。小学生告状打破了香柳滤镜，塑造了真实可爱的形象，身高梗自黑展现了自信与高情商，化解了潜在舆论风险。天台护粉巩固了粉丝核心盘，建立了有担当的人设。这3板斧抡下来，活脱脱把流量明星这碗饭端稳了。更离谱的是，这些操作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系统性的公众形象构建。告状是反差萌，自黑是高情商，护粉是责任感，3个维度覆盖了路人好感、舆情应对、粉丝忠诚度，简直是把娱乐圈运营完成了系统工程。谭健次模式的启示清晰的可怕，以扎实作品建立专业信誉和初始吸引力，再通过精准、真实、高情商的公众形象经营，将剧集热度转化为个人品牌资产，吸引多元粉丝群体，实现商业价值与口碑的双重提升。时代之问与开放思考。回看谭健次这波翻红操作，从香柳封神到告状出圈，从身高自黑到天台护粉，活脱脱演绎了什么叫作品奠基加人设破圈的双核模式。这哥们用实力证明，在当今娱乐圈，单一维度已经不够用了。光有作品，可能被埋没在信息洪流里；光有人设，迟早会翻车在虚假泡沫中。唯有双线并进，作品与人设共振，才能走得更稳更远。但更离谱的是，这种模式背后折射出的是娱乐圈生态的深层变革。流量不再是无脑追捧的代名词，演技也不再是曲高和寡的遮羞布。观众要的是立体的人，既有实力撑腰，又有温度感染。谭健次这波操作，算是把内娱这套游戏规则玩明白了。告状不是真幼稚，自黑不是真自卑，护粉不是真纵容，每一招都是精心设计的公众形象构建，但每一招都建立在真实的作品基础之上。现代宫斗剧哪有这么简单，都是演技加运营的双重博弈。台上台下，人前人后，谁不是在资本与流量的围猎中寻找突围路径？这局看的解释直呼内行。作品与人设，流量与实力，你到底觉得哪个更重要？